Hello，大家好，这里是欧五味。今天呢，我们要开箱一台这个来自 ROG 的幻16，这是2022款最新款的。我们先来看一下包装，还是比较有分量。这个包装上也有和那个机身类似那个镭射的那种异光的那种感觉。把它按上去，然后提起来，提起来之后，可以看到这个电脑的这个机身会自动翘起来。然后这就是本体的，我先放在一边。看一下这里面有什么。左侧这个箱子是空的，中间有个盒子。这个应该是说明书和保修卡。然后右侧这个里面应该是电源线，还有电源适配器。这个大概有我一个手掌那么大，体积还可以的。来看一看机身。这个跟包装的那个表面是一样的，透过那个小孔可以看见那个器材的镭射光。然后这是 logo。这个接口，然后这个读卡器是那个 micro SD 卡的，对于我们拍视频、拍照片的人来说，可能就有些不方便。然后这一面是电源的插口在这里，然后一些其他的插口。单手开合，这个拿走。试一下开机，是没有用的，我现在。OK， 接下来看一下 A 面吧，就是 A 面的一个情况。我比较喜欢这个外观设计，就比较简约，不会像那些游戏本那样，都是花里胡哨的，很多线条。它这个还比较有那种商务范或者那种设计本的那种感觉。然后它前面的亮点就是它这个打孔的，然后再加上这个镭射的这个光线，沿着光看的话还是非常好看的。然后摸起来材质是冰冷的，应该是附了一层金属，应该是铝吧。然后这里有个 logo。
就是地面的一个情况。这里是漏功能，应该是一个不清楚，应该是个风扇的位置，进风口也是漏功能。这样一个状况。OK， 现在我们把电源接上。接上之后，看到一个指示灯，然后开机。现在应该就通电了。现在可以看到它这个键盘就是 RGB 的。该机还有个音效。OK， 开始成功。我们来看一下它 C 面的一个材质。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看到，是留得下一些痕迹的。如果是沾了油脂的话，可能会全部留在上面。应该还是有点类似于那种类复制的那种材质。然后我之前看别人发视频和发帖，就是上一代的幻石榴，它也是类复制的。时间用久了之后就容易剥落，它这个材质固定不是很好，所以看这样子我还是要先把膜贴上，然后再使用。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键盘，应该是没什么声音的，但是会有一定的段落感。按压下去的力度也不需要很大。然后触摸板的面积，手感这个要力度比较大一些，上面是按压不了的，下面是可以按压。然后这前面这一排出风口是在这个位置，有点对着屏幕吹的味道。这里3个指示灯，然后这里还有一个，可能看不太清楚，有个 logo 的那个标志。我也已经感觉到一点热用，不知道这个对屏幕会不会有影响。然后这两边应该是扬声器。346 minutes later， 总算看到桌面了。这张屏保还是非常好看的，而且也比较明显的可以看出这块屏幕的一个数字。它这个色彩应该是比较好的，而且它这个屏幕的这个屏占比非常高，就感觉整个壁面都是一块屏幕。然后可视角度的话，我要从不同的角度看，都还可以，非常漂亮的一块屏幕，特别对于我们要搞视频创作的话，或者是有一些设计方面的需求的话，这块屏幕非常的适合，而且影音游戏体验肯定也是比较好的。OK， 现在看到的是它桌面的一个画面。
然后现在我们打开一张纯黑的照片来检查一下它漏光的情况，把它全屏。OK， 通过这个相机的屏幕啊，我看到大概是左下角和右下角从这两个角发散出去的一些白光。那么我们现在把卧室的灯关掉之后，然后再看看它的一个情况。这样看就比较明显了，左下角和右下角比较泛白，然后最顶部好像有几处比较白的奇怪的边上，但是肉眼看的话，其实也还好。不知道我这样算正常还是翻车了呢？那么我们现在打开玩家国度的一个控制中心，现在是没有运作的状况下，没有负荷的状况下，温度是53度，然后运行内存是16G，用了5.6G，然后储存是500个G，就已经用了60个G，所以后续肯定还是要加，或者去买那个移动硬盘。好的，那么现在是用上了玩家国度自带的这个动态壁纸，然后它会和键盘灯光，包括连接的一个无线鼠标进行一个神光同步。那么可以看得出来，它这个效果还是可以的，就是它的所有 RGB 灯光的这种变换是协同的。那么我们关了灯再来看一下。应该说还是非常漂亮的。这就是怎么说呢？这就是灯大灯亮灯会闪。信仰值拉满了有没有？这样看，在色彩比较绚丽的情况下，就基本上看不出屏幕的什么漏白光的什么现象。好的，那么这就是一个简单的开箱加一个不算评测吧，一个体验的过程。那么谢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